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受人工智能驱动协作工具在混合工作模式中的强劲需求推动 ，Zoom 上调其年度营收预测，并宣布首席财务官凯利·斯特克尔伯格辞职。让我们关注中国银行股因高股息和政府支持，成为市场宠儿。尽管中国经济困境和房地产危机加剧，在经济低迷和投资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，银行股上涨 19%， 被视为避险资产。不过，一些人警告该涨势超出基本面，投资者对更高股息的希望可能落空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国劳工统计局延迟发布薪资报告，导致部分银行通过电话获得了关键数据，引发华尔街混乱和不满。最终公布的数据显示，过去12个月内，工资单可能下调81万8千，是自2009年以来最大的降幅。让我们关注百度第二季度收入持平，广告商支出受累于经济低迷，净收入下降 8% 至74亿元人民币，但高于分析师预期的 64.5 亿元人民币。AI 投资推动公司转型，但尚未对收入产生重大影响。下一条，多伦多道明银行为反洗钱疏漏拨备26亿美元，并出售其在嘉信理财的部分股份以筹集资金，预计支付30亿美元罚款。下一条，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劳动力市场年度基准数据显示，截至今年3月，就业人数比之前报告的减少了81万8千人。这表明2023年3月至2024年3月期间平均每月就业增长接近17万4千人，而不是最初报告的24万2千人。下一条，Carlyle 集团斥资15亿美元收购 Advanced Auto Parts 的零部件批发业务 Worldpac， 这是该公司2年多来的首次重大工业投资。让我们关注美股周四将重拾涨势，投资者权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重要讲话前9月可能大幅降息的深度。接下来，元宇宙平台通过强调人工智能对核心业务的提升，在投资者中获得青睐，其股价大幅上涨。其他科技巨头如亚马逊、微软和 Alphabet 则因人工智能支出表述不佳而受到质疑。接下来，民主党政客宣称哈里斯总统上台会促进商业发展，尽管他的经济议程有很多未解决问题，且一些想法不受商界欢迎。接下来，美国失业救济金新增申请人数上升，但仍表明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渐降温。尽管失业率已升至 4.3% 的疫情后高位，但数据缓解了劳动力市场快速恶化的担忧。接下来这条，美股周四上涨，标普500指数逼近历史高位，因投资者权衡美联储在9月降息的幅度。会议主席鲍威尔的讲话即将发表。让我们关注 Verizon 提供套餐优惠，凡购买 NFL 加 Premium 流媒体服务1年的用户，可免费获得12个月的 Netflix Premium 计划，每年可省276美元。接下来这条，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基本持平，反映出就业市场虽降温，但未急剧恶化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五在杰克逊霍尔演讲前夕，就业前景仍是焦点。最后一条是，美股周四波动，因投资者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关键讲话前夕评估美联储可能在9月多大程度上降息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